绝望的挑拨离间者布林肯又要访问越南了，中越关系又将面临考验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祥少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布林肯将于本周访问越南，这是华盛顿今年努力提升以河内关系的一部分。此前，拜登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通了电话。美国希望利用今年以越南建交10周年之际，将两国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有意思的是，拜登的热情是空前的，但根据两人谈话后发表的声明看，越方只是同意加强关系，但没有提及会正式升级关系。多位分析人士表示，越南对今年的升级越美关系持谨慎的态度，甚至担心会因此而导致越南与中国关系的紧张。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，但美国目前仅被列为河内的第3级外交伙伴。越南的顶级伙伴包括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和韩国，而欧洲国家和日本是第2层级，而美国则想进入第2层级。由于越南与中国在南海主权范围和划定上存在着明显的争端，而且两国在几年前还发生过激烈的对峙，美国一直想利用越南来挑战中国。在美国的南海战略版图中，除了推动菲律宾对抗中国以外，越南原本应该是那个最容易被拉拢的国家。这几年，美国努力扶持越南成为承接从中国转出的供应链国家。美国也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国，但是最近2年来，越南政府似乎突然醒悟了，不再与美国讨论安全问题。越南领导人甚至对中国做过重要承诺，不会邀请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冲突，并挑衅中国的利益。所以，如果现在还有人炒作越南会将金兰湾租借给美军，完全是胡说八道了，无非就想通过制造焦虑来骗流量。而真实的情况是，越南既想通过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挣钱，又不愿意配合美国挑衅中国。越南似乎明白了如何与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国相处，也在努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。今年早些时候，越南总理因为腐败丑闻下台，外界解读是越南的亲美力量被清洗。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大，但是越南政坛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，已经完全脱离了美国的掌控，不大可能被美国所利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越南为什么不大可能再度投靠美国呢？首先，越南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，与推动意识形态对抗的拜登政府打交道必须谨慎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颜色革命。所以只要美国政府死性不改，越南政府就会对美国的友好抱有警惕。第二，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惨败，再到乌克兰危机的爆发，美国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不可靠。乌克兰身边有一个俄罗斯，却因为挑衅强大的邻居而陷入一场战争，而越南身边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。越共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，不仅仅是为了传统友谊，更关键的是他们明白挑衅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第三，中国与越南在外交层面的沟通比较成功，双方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兄弟情谊。虽然中越之间也有海上主权争议，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内。中国对越南的底线，很可能就是越南不得引入域外力量开发新的油气田。越军上次在南海与中国较量之后，应该明白这种挑衅不可为。与其冒着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，还不如与中国发展更深层次的战略互信，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，更符合两国的利益。另外，中国与越南最近一段时间高层互动频繁，而且越南发布的国防安全战略也非常明确地排斥域外势力。这一切都证明中国与越南的关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其实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，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将会日趋稳定。在这方面，美国想继续插手挑拨离间，恐怕希望不大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